Alright， 出席了 Japan Mobility Show 2025之後，我現在就來到了 Honda 位於 Tochigi 的這個 Test Track 這個 Test Center 參與 Honda Auto Tech Workshop。那今天除了試駕 Honda Prelude 之外，也有機會讓我們來試駕這一台即將面向全世界的 Honda Super One Prototype。那你可能會想，日本市場已經有了 Honda N-Van E 跟 Honda N-One E， 為什麼還要推出一個 Super One？ 因為這個 N-Van E 跟 N-One E 都屬於 K Car 的類別。那在日本 K Car 有着明確的引擎限制，660cc， 不管你是 NA， 不管你是 Turbo， 然後馬力不可以超過67個 PS， 車身的長度、寬度、尺寸都必須是 fixed 的，因為這個 K Car 級別在日本佔了 40% 以上的銷量。但是因為作為一個要賣去英國，可能賣去歐洲、賣去馬來西亞、賣去其他亞洲國家來講，它不可以再有這個限制，於是他們就在 N-One E 的基礎上推出了這個 Super One。所以我們相信有這 Boost Mode 的加持，它會有更多的馬力，它會有更多的這個獨特性讓我們去玩。特別是它的座椅，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運動型的座椅，可以提供給駕駛者更好的一個操駕體驗這樣子。當然這個車子我相信我們目前駕的是 Prototype 原型車，所以我們沒有明確的這個數字、馬力、扭力等等，這是非常 early stage， 因為過後它要推出可能是2027年、2028年的東西，只是給大家一窺 Honda 針對小型電動車在未來有什麼樣的計劃，未來有什麼樣的打算這樣子啦。所以我盡量在把握這個非常有限的時間，跟大家分享我對於 Honda Super One Prototype 的這個第一手的試駕心得。所以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今天這一集的影片 ，Let's go。Alright， 我們來看 Honda Super One 的後排乘坐空間。那這是非常典型日本 K Car 的一種尺寸。那首先這邊看到是只有2個座椅啦，我覺得容不下第3個人啊，因為車子就這麼窄而已。然後椅子的話可以給它放倒下來，哎呀，打到了，這個放下去。OK， 所以這樣子的話還有一個相當大的空間這樣子，然後椅子可以掀上來，因為它有 Honda 的這個 Ultra Seat。也就是我們在 Honda City Hatchback 跟 HR-V 看到的這個東西，所以你這樣子，它椅子就可以下來，所以你再把它放上去，放下來就可以拿來放花盆啊，放一些大型的東西等等。所以這個 K Car 的東西啊，其實從1980年代、1990年代在日本開始，就是成為了我看2-3代人的這個代步工具啦，它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可是隨着這個 Super One帶着 Honda K Car 平台出海之後，我相信會有更多人會接受這個尺寸啊。當然大有大的好啦，可是有時候我們就是你看我自己家裡有1輛接近 K Car 的車啦，我也是每天開那個車出門，因為你就是去買一個菜加個5公里，就要加這樣大台的車子，對不對？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K Car 這個東西不是它強調的是小而巧 ，OK， 小又實用這樣子。然後你看頭部空間還有，這就是K Car 要取捨的地方，就是你犧牲掉可能車子太高、重心太高但是你賺到的是頭部空間。所以我覺得這個後排空間真的是可以滿足到很多原本是駕着 A segment 的朋友啦，沒有問題的。我覺得 everything just nice。Yeah. Right. 那因為剛才在開車的時候，我就非常專心的在感受那個車子的轉向力度、它的底盤操控、車子的聲浪等等，所以而且旁邊又坐着 instructor 啦，所以我沒有什麼對着鏡頭講話。那說實在話，當我一轉去 Boost Mode 的時候，那個引擎聲浪模擬7速變速箱的引擎聲浪 kick in 的時候，我覺得是有一點大聲的，因為那個K Car 的 size 啊，它的 cabin 它的車廂空間不大，所以那個回震啊，那個嗡嗡嗡這樣子是非常明顯的，你甚至感覺到好像 2.0L 4氣缸 turbo 那個聲音。而且 up 去還好，我已經 expected 我加速會有聲音，但是減速的時候，有時候你的 brake timing 啊，它有點像怎麼講，會有點 delay 這樣子，然後那個聲音才嗡才 kick in 進來。But in terms of 它的 handling， 我覺得即便是在它的 normal mode， 因為 normal mode 它就是67個 PS fix， 就是一個 K Car 的 output。沒有問題，可是當你去到 Boost Mode 的時候，我感覺上它更加有力。不過這個更加有力，因為我們現在駕的是 Prototype 原型車，所以我們沒有白紙黑字，沒有任何的 figure， 只是給我們去純粹的感受這個車子到底在哪裡。所以 even 是這樣子，我還是覺得沒有力了，不夠力了嘛，因為1000多公斤還算是蠻重的，所以它的整個加速還是屬於 linear， 就是它是這樣循序漸進這樣子上，只是再加入一些引擎聲浪跟一些變速箱的節奏感。給你去感受到整個曲線這樣子啦，然後過完肯定是作為 Honda 嘛，你知道嗎？他們在這個前面的 arm
底盤有特別加寬去給它去怎麼樣去 counter， 讓它整個 body roll 比較減少。但我覺得 K car 畢竟是 K car， 它的車頂比較高，所以整個 weight distribution 方面我覺得還是 OK 的。可是像我們剛才在聊天就講到這個車子，如果是去 KKB。瓜拉旺這樣子的山路是 OK， 它可以 handle。不過你要imagine把它帶去雲頂，我覺得可能會降啦，你懂嗎？它 handle 不到太高的時速，而且畢竟你知道嗎？小型電動車，然後相信它的 top speed 也是在120到140 km/h 這樣子而已。因為你要非常清楚知道，它就是一個小型家用城市型大慢買菜，在小孩子上下學的一台電動車。因為 Honda 它如果要做更大的 mid size、large size、full size， 那個有 Honda 的 Zero Series，就是純電動車的平台，更大的電池。你知道嗎？更大的乘坐空間、載物空間等等。那這個 Honda Super One 啊，作為要去跟其他的品牌，包括中國品牌去拼市場、拼價錢，它必須要在原有 Honda N1E 的這個 platform K car 的平台基礎上，給它去改造，從而可以降低成本，讓自己具有這個價格優勢。所以它是一台擁有 Joy of Driving， 擁有這個駕駛樂趣的小型電動車嗎？我覺得絕對是的，因為你要知道市場上當某一個車型、某一種個性的車子已經飽和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個可以提供給駕駛者與眾不同，可以提供給駕駛者比較比較特別的感覺。再加上 Honda 因為它有這 Motoring 啊，有這賽車血統等等，所以在調教底盤在模擬聲浪方面有自己的一個 recipe， 有自己的一套。很少 K car 會注重的就是椅子的寬度，因為當車子在左右搖擺的時候，你需要一個可以拖着你的背後，可以拖着你身體，讓你在擺彎的時候更加有信心。因為大家知道當我們真正要去 track driving， 我們要去極限駕駛的時候，往往你都是用你的臀部以下的位置來感受車子的 weight distribution， 車子的 G-force 到底是擺哪裡。所以我覺得這個椅子做寬可以讓我們更加細微，更加感覺到車子的整個擺動、左右搖擺到底是怎樣子啦。所以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有 Honda Malaysia 邀請我們飛到來東京出席了 Japan Mobility Show 2025年，然後之後再坐這個巴士來到這個叫烏茲多米亞，然後來到 Tochigi， 就是 Honda 的這個 Test Track 這一邊去測試這一台 Honda Super One Prototype。還有 Honda 的 Next Generation Hybrid System， 包括 Honda Prelude， 我們等一下都會試駕到這樣子啦。預知更多詳情，我們歡迎來討論這個關於 Honda Super One， 他們要帶給我們的市場一種與眾不同的電動車體驗，不強調續航力，不強調馬力，強調的就是一種 joy of driving， 強調一種別人給不到你的駕駛樂趣。Right， so 我是在最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follow Instagram 和 like 在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Change mode? Yes. Boost mode. Boost mode. Okay, let's go. Ooh. Handling also? I think the steering got tighter. Yeah, tighter. Brake here. Okay. Can we switch it off the sound or just? Sorry? Can we switch it off the sound or in boost mode it's always like that? Boost mode is always. It's always like that. Okay. Sound. So it's fixed in boost mode. I see. One more lap? Yeah, you can one more. Okay, testing and action. Okay. 我們現在試多一圈這個 boost mode， 所以在 boost mode 你可以很明顯的聽到那個引擎聲浪。3, 2, 1 go！ 哇，還有 wheel spin， 我覺得好像 1.6 liter 4 cylinder turbo 的那一種聲音。Brake， 哇 downshift。Okay, go。然後整個方向盤它的那個轉向力度就更加的緊。Okay, corner。
So 在 Normal Mode 的时候，它只是 fix 在67个 PS 吧。我相信在 Boost Mode 它会 unlock 一些 extra 的这个 horsepower， 因为它不属于在国外不属于 K car， 它没有那个限制。OK， corner。OK， 我觉得很精准啊，那个 timing， 当你在剎車，当你在補油的時候，它不會很 disconnected 啊，它那個感覺全部是 connect 到非常的好。OK， so the N1E is without the pedal shift, right? The normal N1. No. Oh, okay, I se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next B5. Okay. Okay, let's go Honda Prelude. Bye bye. Okay, hello. Nice to meet you. Okay. Normal mode, sports and extra shift on. Okay. Recommend wine. Okay. Shall we? Yeah.